各位观众，大家好呀，我是原声带慢导手。今天来给大家讲讲 Noble 新出的这个瑞克Rex 5代的这个真无线耳机。其实近年来呢，真无线耳机已经渐渐融入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个发烧友而言，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真无线耳机虽然说是实现了这个方便，但是往往这个音质做的不太能让我满意。我用这个真无线耳机去听歌的时候，可能它就细节不到位，声场不到位，这个低频下不去，高频上不来的，我这个不满意，听歌听着不爽。所以说他可能是尽可能的想找到一副既能满足于这个便携通勤很方便这么一个需要，同时呢又能满足他们这个音质需要的这么一种耳机。而相对的许许多多咱们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手机大厂也好，或者是这个音频界的大厂也好，比方说这个苹果啦、三星啦、华为啦、小米啦这些手机厂商，或者是这个森海塞尔还是拜亚动力等等，他们这些厂商所出的真无线产品呢，往往确实又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较大的覆盖面和较大的销量这么一个先决条件，导致它的这个设计取向一定是要考虑到成本、价格等等许许多多的因素，所以说往往他们带来的声音表现呢，当然我们说不上差，但是可能对于很多挑剔这个发烧友而言，他给到的这个表现还是远远没有达到咱们这个期望的。而各个厂商呢，也是为了挑战这个真无线耳机的最高峰，层出不穷的设置了许许多多的型号来挑战这个音质表现，尽可能的去追求达到这个曾经的有线式耳机的这么一种耳机的音质表现。而我们 HiFi 耳塞界的这个 Noble，他们也是嗅到了这个商机，率先的推出了很多款这个比较趋向于音质的这么一种真无线耳机，也是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反响。包括他们之前的型号有这个 Focus 的 Mystic，Focus Prestige， 当然那个 Prestige 就也算是刷新了真无线耳机的这么一个价格高度，来到了5000多块钱的这么一个档次。其实来讲，这个价位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我们当时在听说这个 Noble 要非常大胆的出这个5000块钱这么一个档位的真无线耳机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悲观的，不那么看好，说你这个东西一个真无线耳机你要卖到5000多块钱，那谁会要呢？当然没想到这个后来它这款 Prestige 耳机的表现，包括这个 Mystic 等等型号呢，表现实际上还是非常不错的。无论说它的这个音质啦，还是这个市场表现，都获得了这个许多发烧友，甚至于吸引了一些这个圈外的朋友，他们也关注到这个真无线耳机的这个音质表现来。而且它那两款耳机，其实我认为它那个调音，目的是比较明确的，也有一些讨巧的这么一种问题。因为可能对于很多客户而言，它这个真无线耳机可能更多的是要在这个上下班通勤啦，包括于平常工作等等，这个生活环境中去使用的。那这种环境下，可能有一些高频甚至于中频的一些微小的细节，可能就不算是他们最为看重的这个表现，可能是这个更加浑厚的、更加有力的、饱满的这种低音，会给他们带来这个非常有节奏感的这么一种体验，也就更能让这种耳机、这种调音风格给我们这个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呢，这次 Noble 也是在最近不声不响的推出这个瑞克斯5代的这个真无线的耳机。当然，因为刚才我是非常期待这款耳机的声音表现，迫不及待，其实是已经拆开来这个耳机来试听了一会儿。我们这次就只能进行一个伪开箱，我们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配件。打开包装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耳机的本体了。当然，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偷偷拆开来听了一会儿，所以说这个耳机单元呢，就从这边的这个槽位里面，我是直接放回这个单元盒里边了，没有放回到这个原本的这个槽位里面。如果您买到的是一款新的耳机，那么这个充电盒和这个耳机本身的腔体，它就应该是分开的。耳机的充电仓大概就是一个通体碧绿，然后是铝合金外壳的这么一个外观。体积呢相对还是比较小巧的。如果有关注他们之前的这个真无线产品，这个朋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它的那个旗舰真无线就是这个 Prestige
这个耳机呢，它因为是在外面包裹了一个很厚的这个稳定木的外壳，它这个耳机的外壳是具有一定盲盒属性的，因为它使用的是一块稳定木的不同部分，所以说可能开出来大家这个耳机外壳的这个色彩都是不太一样，花纹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次呢，它就是做了一个统一的处理，都是这个铝合金的这个绿色壳体。这个绿色呢，选用的整体还是一个比较偏亮的这么一个颜色色号，而且再加上这个金属漆的涂装，可以看到这个耳机盒还是比较吸睛的。耳机盒的体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缩小的，我认为这么一种设计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兜相对于大家穿，可能冬天穿有些这个工装什么还好，这个兜比较大，这个耳机放得进去。如果说有些衣服的话，那可能兜也比较浅，比较小，那这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这个真无线充电仓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了。打开充电仓里面就是我们这个耳机本体了。这个耳机本体呢是使用了这个内外两种的风格外观。在这个单元的内侧呢和这个耳机的充电仓它是保持了一个涂装上的一致性，而耳机外侧面板呢就使用了这个绿色和黑色相间的这么一种类似于斑马纹的这么一种涂装，看起来还是比较有质感的。这个真无线耳机的外观，我们还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这个设计思路和他们家有线式的这些耳塞还是保持了一个高度的一致的，相对来说是那种美式的比较花哨的这种出彩一点的这种外观。这个黑色和绿色相间的纹理做的还是比较有质感的。和一般的真无线充电仓不同的是，它这个耳机和咱们传统的直插式的放置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它的这个耳机腔体是类似于斜躺在这个耳机充电仓里面的，我相信这也是为了这个节省空间所做出来的一些改变。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耳机的包装封套上面把我们这款耳机支持的几种格式也都是给大家展现出来了，包括这个索尼的 LDAC 音频。这个蓝牙 5.4 和最新的高通骁龙的这个 aptX Adaptive，它都是有支持的。所以说，在这个蓝牙连接的稳定性方面，我相信这个 Noble 这次还是做足了功夫的。我们再说说佩戴，讲老实话呢，这款耳机腔体它其实体积做的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个单元配置这次它给的也是比较的多，它是有3+1+1的这么一个配置，里面整个包含了3块动铁，还有一块6毫米的平板，加上一块10毫米的动圈，这个配置放到我们有线式耳塞里面，其实也可以说得上是相对来说很豪华的一个配置了。然后我们这款真无线里面，它还要包括一些电池啦、电控面板什么的，所以说这个腔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不过它整体耳塞的外形设计还是做了一定的这个人体工学处理的。我个人佩戴下来还是比较不错的，它内部的这个金属漆的涂层相对来说打磨的比较细腻，不存在说摩擦耳朵的这么一种情况。当然，因为这个我个人呢使用这种有线式耳塞的时间也比较长，我这个耳廓应该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佩戴这款耳机，佩戴的还是比较舒适、比较服帖的，戴在头上也相对比较稳定。当然，如果说您觉得自己耳廓相对比较小的话，我还是建议您亲自来实体店去试戴一下，来看看这个真无线究竟能不能比较服帖的戴得上。因为这种耳机呢，虽然说呢，音质可能是我们选择这种耳机的很大一部分考量吧，但是如果说您这个佩戴比较糟心的话，还是建议您选择更适合自己佩戴的一个，因为这种舒适性可能会极大的影响您听歌时候的这个心情。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这款耳机的声音表现，相信这也是很多发烧友们最关心的这么一个部分。其实我认为这款 Rex 5耳机它的整体的调音思路相比于他们之前的那个 Focus 其他系列的产品还是有比较大的思路上面的改变的，就包括于这个最早的这个 Focus Pro 啦，Focus Mystic 呢，还有 Focus Prestige 这3兄弟耳机，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整体调音思路是处于这个比较一致的这么一种方向的，都是比较偏向于低音表现，给到大家很强的节奏感、很强的这种刺激感的这么一种耳塞。
因为之前的这3款耳塞呢，它们的配置也是大致相同的，都是2块动铁加一个动圈的这么一个配置。它这个动圈呢，毫无疑问就是负责耳机中低频的这个表现了，所以说它的整体声音是非常有能量感的，这种好像走在路上我们就情不自禁的摇起来的这种感觉。它那2块动铁呢，更多的还是把这个中高频的信息量给它补足，让这个耳机整体调音相对于更加协调的这么一个定位。而这次的这个 Rex 5耳机，它的这个平板或者是这个动铁，毕竟是有3块动铁嘛，这个动铁和平板对于整体声音表现它所起到的影响就远远于大于之前的这种型号。相对来讲，它这个 Rex 5的低频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克制的这么一种感觉，它的量是有的，下潜做的也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像之前的那些比较动次大次比较澎湃的那种感觉，它更多还是用这块动圈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氛围。因为说如果这个耳机呢它低频比较少的话，可能我们相对于听一些这个欧美流行电音啦摇滚啦这种题材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稍欠一些火候。比较让人惊喜的还是它的这个中高频表现，这3块动铁和这个平板的加成，这绝对不是单单摆上一个比较高的纸面配置去充数的。它给到的这个中高频信息量和这个高频的延展性，可以说还是在所有的真无线耳机里面，都排得上号的，可以说是T1的这么一种表现。哪怕是我们去聆听一些古典乐的时候，它对于这个高频的这些乐器的这个音色还原，也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最值得一说的还是这款耳机的声场表现。其实我之前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你说，你搞这么多单元进去，这种多单元的耳机很难去克服这个单元衔接的问题，包括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第1代圈铁之王嘛，也就是 AKG 的 K3003。这个 K3003 在当时来讲素质应该是非常强的，但是它还是没有解决这个动铁和动圈它们天然音色有一点差异所带来这种衔接问题。没想到这个 Rex 5它作为一个蓝牙耳机的同时，它把这个衔接问题解决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整体声场拉的是比较规整的这么一种椭圆形这么一种表现。哪怕是聆听这种相对来说需要声场一点的、需要宽松一点的音乐，也是完全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综上所述呢，我觉得 Noble 之所以推出这个 Rex 5这么一款耳机，也是为了迎合更多的这个发烧友他们不同的这个听音观，不同的这个音乐喜好，所做出的一次大胆尝试。我觉得这次尝试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说它是等于相比于原来那个调音思路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相对比较良性的。最后值得一说的是，我们这款 Rex 5耳机终于是给到了这个降噪功能。你像包括它之前的这个 Focus Pro、Focus Mystic 和 Prestige，它是没有这个主动降噪功能的。许多这个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就反馈，可能还是有包括坐地铁啦、坐飞机，可能噪音更多的一种场合，你如果给不到一个良好的降噪表现的话，那可能对于这个场景的适配性相对来说还是要差一些的。虽然说你这个声音确实做的是很不错，但是如果说没有降噪，那或多或少还是会影响我这个功能性的实现吧。那这次这个 Rex 5耳机呢，在不影响音质的前提下，给到了我们这个降噪功能。哪怕它是聊胜于无，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更何况我们在店里面实测使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觉得它这个降噪呢，虽然还是比不上这个经典的降噪大厂索尼啊、BOSS 他们那种降噪表现，但是它的这个降噪，我觉得已经完全算是一种可用，在及格线之上的一种表现了。所以说，对于Noble 这次做出的这个进步，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到一个大拇指的。好了，这次对于这个 Rex 5的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如果说您对于 Rex 5这款耳机的外观设计非常中意，同时对于音质比较看重，对于降噪呢也还是有一个刚性的需要，我觉得您就不妨考虑一下 Noble 新出的这款 Rex 5耳机。您如果有空闲时间呢，更不妨亲自跑到我们这个原声带实体店，来亲自来线下去体验一下这副耳机。我相信这副耳机，它是不会辜负您的期待的。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